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相信很多过了50岁的朋友都会深有感触，这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真切的认识到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有一个动作如果过了50岁你还能非常轻松的完成它，说明自己的关节、肌肉以及腰部力量都是不错的，身体素质还算是年轻，有长寿的潜质。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测试一下这个动作呢，就是深蹲。我们先来试一下，看自己能不能蹲下去。首先站立，双脚分开与肩膀同宽，双手向上抬起，手臂平举，掌心朝下。同时呢，我们向下蹲，好，一直蹲到大腿和小腿紧密的贴合。保持这个动作，看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到30秒。如果你下蹲30秒还能够非常轻松的站起来，连续做上10个没有问题，那说明我们的腿部的力量包括咱们腰部的力量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年轻的。那如果你做不了2个或者3个，或者是呢我们在蹲下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的腿疼、膝盖疼这个腰部腰酸特别厉害，那么就说明咱们的身体状况，包括腰部的肌肉、腿部的肌肉都是需要加强锻炼的。深蹲这个动作呢，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其实它对我们的腰部力量、关节还有腿部的肌肉要求都是比较大的。其实呢，很多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的年轻人可能都坚持不了多久。如果你过了50岁还能非常轻松的完成这个动作，说明咱们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咱们就不用练习深蹲了，咱们练习平行蹲。在练习的时候，首先还是站立，双腿分开与肩膀同宽。那我们在下蹲的时候自己的膝盖不要超过自己的脚尖，就是说呢，我们的身体重心要向后移，尾椎向下坐。好，那下蹲到大腿基本上与地面保持平行，这个姿态就可以了。双手可以在身前，两掌相握。好，来，1、2、3、4。注意我们的后背脊椎要保持后背是挺直的。咱们在下蹲的时候，不要身体往前趴也不要向后仰。注意膝盖不超过脚尖，同时后背是一个斜面，很直的一个斜面那每天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可以15个为一组，大家先从1组开始，第2天可以慢慢的去增加到3组、5组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可能第2天会感觉到有肌肉的酸痛，都是非常正常的。咱们坚持练下去，双腿会越来越有力。下蹲运动是保养双腿、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腿部肌肉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而且呢，经常练习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锻炼腰肾，减缓衰老的来袭，让你人老腿不老，不用拄拐杖，照样可以到处去满世界跑。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我们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身体气血通畅，自然哪里都舒服。某个部位不通了，让你酸麻胀痛，各种的不舒服。所以在日常锻炼的时候，我们还要多去关注怎么样能够让身体得到疏通。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能够疏通我们全身经络的锻炼动作，叫做乾坤大甩手，让你的全身都舒畅起来。这个动作叫做乾坤大甩手，之所以说它大，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动作幅度是很大的，从头到脚全身都需要动起来。大家来看我的演示动作。首先站立，双腿分开与肩膀同宽，然后把我们的双手手臂向上抬起，举过头顶，手臂伸直。接下来我们用力的往下甩，甩到下面的时候，手臂用力向后，依靠惯性，手臂会向后甩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膝盖要弯曲，身体要向前俯身，把头低下去，手臂呢大概就是甩到向上最大的幅度跟地面差不多平行了这样一个程度。
那我们需要注意啊，你在甩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你可以不要平着甩，手臂弯着下来就可以。但是甩到最下面的时候，手臂一定要用力，有一种向后甩过去的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全部的动作。1、2、3、4、5、6、7、8，大家看到动作的要领了，就是我们向下甩的时候，手臂在下面一定要用力向下甩，甩过去。那刚刚呢，我是做了不到10下，但是现在呢，已经感觉到身体啊有一点发热了，而且呢，这个头上有一点微微的出汗。那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在每天的早上起床之后去做，是最好的。我们一天呢都会感觉到身体的经络非常的畅通。从10次开始，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手臂、肩膀还可以，不会很酸很累，我们可以逐渐的去增加到20次、30次，以自己的身体啊感觉到舒适，并且能够承受为度。这个动作协调了我们的全身，当你运动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全身都是非常的通畅，有一种热流啊，从身体从后背一直到双腿双脚，是非常舒服的。所以呢，这个乾坤大甩手真的是一个最大幅度的调动全身机能的一个甩手动作。现代人呢真的是运动太少了，出门就有车，回家呢有电梯，走几步路就觉得很累了。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疏通和锻炼自己的身体了。今天的这个动作呀，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就算是上班族也能在早上抽出几分钟的时间来甩一甩。希望大家能够收藏下来，每天去做一做。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老百姓有句话叫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堵是很多疾病的根源。那么人体什么地方最容易堵住呢？就是微循环、身体的末梢，它们都处于身体的外端还有远端。这些地方呢，先形成淤堵，慢慢的再向内里蔓延。比如说我们的双手还有双脚。那么如何给身体疏通淤堵呢？今天给您介绍的方法呀，虽然简单，但是锻炼的效果却是很好的。转动2个地方比较能解决淤堵的问题，还可以疏通全身的主要经络，促进气血的运行。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转动手腕，促进气血运行，不堵塞。首先，我们或坐或站都可以，双脚开立，与肩膀同宽，上半身保持中正直立，然后双手向前平举。再慢慢的把手腕立起来，我们可以呈空心掌或者是握拳都可以。好，呈空心掌之后呢，双手的手腕同时由内往外去转，好像你手中握着一个球一样，由内往外转300下。之后呢，再由外往内同时转300下。每次尽量的周全圆满，缓缓的去转动，想象一下自己双手抓着2个小皮球一样在转动。手腕是3条阴经和3条阳经共同经过的部位，非常的关键。在手腕的部位呢，分布着一些穴位，比如说太渊、列缺、大陵、内关、神门、通里、阳溪等等。在刺激手腕部的时候，其实也就刺激到了咱们的6条经络以及这些穴位。通过这些经络呀，会把这个气血传导到全身，促进气血的运行，进而打通血管，舒活经络。比如说太渊穴可以补肺气、止咳，列缺穴呢能够活血利水，还能够改善颈椎问题。大陵穴、内关穴可以防治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神门穴呢可以镇静安神，还可以改善失眠的问题。通里穴就可以止头痛，还可以缓解心悸等等。所以呢，我们转动手腕不仅疏通了12条经络，还对我们的身体起到了很多的预防作用。第2个动作，转动脚腕，增强器官功能，不淤堵。转动脚腕的方法，咱们也是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练习。
站着的时候呢，可以一只脚支撑身体，另一只脚踮起脚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去旋转300下，之后再换另外一只脚。当我们坐着的时候呢，上身直立，双腿伸直，脚腕由内向外转动300圈，再由外往内转动300圈。除了站着和坐着这个动作，你还可以躺着做。躺着的时候呢，上身保持平直，膝盖稍微的弯曲，脚踝就可以由内而外的去转动，再由外而内的去转动，都是300次。那这个转脚腕的方法中啊，咱们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脚腕呢是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共同穿过的部位，和手腕一样，脚腕处也分布着很多重要的穴位，比如说昆仑、申脉、金门、丘虚、解析、中风、商丘、太溪等等。那我们在转动脚腕的时候呢，也就等于刺激了12条正经当中的一半的经络，也是有益于增强我们全身各个系统器官功能的。那比如说呢，咱们可以刺激到太溪穴，它是肾经的原穴，补肾的功能很强大。昆仑穴呢，它可以用于缓解一些腰痛，还有呢高血压的问题。像商丘穴可以缓解一些肠胃方面的问题。中风穴可以疏肝理气，对付我们肝火大、两肋胀痛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转动手腕和脚腕，不仅能够疏通12条经络，还能够整体的调节身体的各项机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2个方法呀，虽然很简单，但是如果你能长期坚持，可以帮助我们打通血管、疏活经络，让身体更加的通畅。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